是人际波小黑，然后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真正开始的第1集。那这个频道未来会是以居家收纳为主。原本我其实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露脸，但因为我是一个菜鸟 YouTuber， 应该也还不是 YouTuber， 但是就是我觉得好像剪片跟声音没有一起录，对我来说目前是有点难度，因为我是一人作业，所以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露脸。但因为我原本有犹豫很久，就是露脸我可能还要再去洗头化妆，可是这真的很花时间，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都还没开始，所以后来我想说那我就简单清洁一下，反正我的频道不是美妆 YouTuber， 我也不是美妆播客，所以就不要注意我的脸。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第1集要讲什么呢？因为我我前几天才去参加那个蛙家这个频道，就是城邦文化集团他们下面的一个蛙家的那个频道的一个厨房收纳分享会，所以我就想说我的素材都有了，那我第1集就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厨房的收纳。那你们可以看我现在这个场景就是我们家的厨房，那它是很典型的台湾大楼都是这种叫做1字形，我的整个厨房空间包括料理洗菜洗碗通通只能在这里作业，所以它的收纳就很有限。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做这个厨房的收纳规划。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的这个厨房呢，它的色系是我就是直接选定了它是白色系，白色可以放大空间。那刚好也是因为这个建商他提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厨具吗？这样讲嘛，它是就是偏白色系。然后刚好我这个房子是租的，然后刚好房东他也是就是很有品味的，他就搭了一个白色的 Hitachi 的冰箱，白色冰箱收纳下次再分享，所以我先不开，所以我就把我这边定调主色是白色。我在选择所有这边的小物的时候，我就会统一色系。大家近看一下，我正在那个漂白物就是消毒我的抹布，也是白色的，对，我的主色就是白色的。那因为这个厨房真的收纳空间很少啊，就是只有上面这样子的柜子，有那些柜体，对，还有下面这一排柜子。所以呢，我在走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加了一座这个层架。那这个层架是无印良品 SUS 的层架。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层架放什么。首先第一排呢，这边上面有一台这个果汁机，然后它是真空的破壁机之类嘛，所以它可以打果汁，然后我也会用来打豆浆。这台层架其实是为了这个微波炉嘛，因为它真的很大。那我的台面只有这样啊，根本就很难作业，所以我就利用这个空间，那刚好就是这个尺寸放得下。那这边就是一些干货会，你看这个是什么？海带芽，这个是干香菇，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干货，然后用这种细胶保鲜盒、保鲜袋，比较环保，然后也比较整齐的收好。像这个没有开的啦，还没开过的，对，有一些还没开过的。对，干货。在这边呢，这边就是豆浆要补了，黄豆的跟这个是黑豆茶，就是对我现在养卵蛮好的，但我很懒得泡。对，这边就是有个电子锅一样，这边是好像是什么五谷米还有自己忘了放什么了。然后原本这边是有面，那个关庙面，它也吃完了，它都要补货了啦。这个好像是红豆吧，不知道，太少再用了。下面是卡式炉跟这个烤盘，家里烤肉时候用的这个烤盘，很笨重不拿出来。卡式炉也是白色，就是有吃火锅烤肉的时候用。所以下面这一层藏了什么？也是一些干货跟米。这个是什么？米粉。在这里藏了一条延长线。没错，这个延长线就是为了他们2个的，这样我就不用还要搬动它过来，就是当我这边要作业的时候，就来这边插上去，然后放在这边。没办法，厨房太小，只能想办法。对，然后所以这边会备有一个延长线，然后这2台就不用动。好，之前有人问我说，这个放在这里，这样煮饭怎么煮？对了，这个是会挪开，它
它是我就是回收桶，煮饭的时候就挪开啊，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煮饭啊，空间非常余裕。然后前面刚刚有一个重点，有讲到说我的厨房其实我是尽量让它是同色系，所以在料理的这一块呢，有注意到吗？他们就是一个米色配黑色的组合，米色或者是像这种棕灰色，像我的橄榄油、我的米酒，都把它换成这样子的这个玻璃罐，然后虾皮买的好像很便宜，没有超过100块。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砧板，也是一样色系，同色系，就是看起来视觉比较舒服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这个瓦斯炉是樱花牌的，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玻璃吗？对，就好清洁。它是黑色系的，刚好我们礼拜一要开团的这个善夫我铸铁生锅，它是好漂亮的黑色，然后就是哇。用起来就很像大厨一样，这样，就是关于铸铁生锅，我改天会再拍一集哈。就它刚好配在这里，就是很视觉很舒服，然后跟这个一系列无印良品的这个细胶料理工具，这个很多人推荐很好用，就让我的这一区呈现的就是一个黑白跟这种好像有点米色系的组合。然后这边是烤漆玻璃，都是非常好清洁的。水槽这边我也是都是让它们是同色系的，这是我冰箱旁边，就是勾勾也是白色的，然后这个是计时器不用问了，这边是放什么？放磁铁一些小东西，然后这个是又是没了要补货了，一大堆东西要去补货哈，就是餐巾纸架，然后它们就是白色系的。这边呢，这个是我的洗碗的东西，这个是洗碗巾。然后这个是清洁琉璃台的跟洗手乳，这个是我在放厨余的盒子，然后它是有一个吸盘，以前旧家是会像这样子吸住，那现在是因为有这个空间，它刚好是三角形，可以这样子放，很好用，好用的细胶刷杯子的，可以刷水壶，这些东西我都开团过，请你们一定要锁定我的频道，或是加入我的 LINE 群。主妇的机智生活，然后有很多很棒的居家生活好物，我们会开团。这个是这个跟它呀其实是一组的，他们都是 IKEA 的，我觉得我用超级久了，对，就是一边是放洗碗的海绵，一边是放刷水槽的每天就是洗完碗我一定会刷水槽。这边呢就是我的饮水机，也是白色的。无下饮水机，长得很漂亮不是业配，我自己买的。好，就是这边好，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要介绍，就是这个，哒啦，这个，它是一个细胶挡水板。因为平常我在洗碗啊、洗东西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水槽没有很深还是很浅，反正就是会喷的旁边都是，这边也喷，那边也喷，所以就是我这旁边都还有放东西，就会觉得很肮脏。我现在装了这个挡水板之后，就是它怎么喷都不会喷到衣服你们看，哇，你看我水开这么大哦，这样洗这么大力不管它哦，好，一点点而已，好，因为真的刚刚水开非常大，所以它都没有出来。我这边就是只要把这里面擦一擦，然后我周边就是干净溜溜的。它这个是细胶的，然后你看这么紧，拿不起来，但是真的要清洁的时候，就是拿起来就可以放上去，如此的紧，不会掉。接着我要来分享的就是在我的冰箱跟橱柜中间有一个细缝，所以我放了一座无印良品的这个抽屉盒，它的大小完全是刚刚好密合。为了让这个盒子呢，因为它是透明的，然后不要非常凌乱不整齐，所以我还有放一个就是剪一个适当的白色的白纸，然后就是放在每一层里，让它可以视觉比较整齐，看过去不会好像丑花花的。第一格呢放的就是像这些补充的
这个什么水槽的滤网、海绵，还有一些备用抹布。第二格呢，其实就是一些备品啦，像这个蔬果袋、还有一台那个蔬果机，跟就是电子秤。第三格也是一些保鲜袋和这个厨房的一些干净的布。那其实这保鲜袋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直立收也是不错的。最后一个第四个我放了什么呢？哦，好，就是一些保鲜膜，烤纸。那一样的就是，如果可以直立放会是更好，但是因为我的情况，我就是把它收在这里，我的水槽下面。水槽下面呢，大致上其实就是放一些清洁的备品。左边这台呢是我们的厨下顺热式饮水机，然后因为它是旧款的，所以它比较占大空间，所以我等于只剩下右侧的可以利用。我放了这个一样是无印良品的抽屉盒。抽屉盒呢，我就是一样使用白色的纸，让它看起来不会好像里面的瓶瓶罐罐颜色很混乱。这一格呢放的其实就是一些清洁罐备品，整齐的把它排好。好，这边也是一些备用的，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垃圾袋，台湾的这种垃圾袋实在太花花绿绿了，所以就是收在这个盒子里，它比较舒服。这个基本上也是放垃圾袋啦，就是那种卷式的，或是一样是多的这个叫什么滤网这样子。里面这边呢，一样是一些备品瓶罐，因为之前呢就是有一些开团的合作，所以会有一些厂商的试用品，那每一个都很好用，我都持续有在使用。这小盒子就只是放一些像水槽的一些小杂物。然后这个是什么？一样是海绵。我的厨下的抽屉柜，我只有2个大柜子，就是2个柜子啦，但这个柜子里面被分成2层。噔噔，对，这些就是我利用了一些小盒子，像这个就是放了橡皮筋，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像有时候一些绑汤的袋子，然后这些是那个我的水壶的一些盖子，泡茶的一些小东西，然后一些封口夹，小东西，这些是豆浆的布。其实我觉得这里东西我可以再断舍离一下，那它整个看起来是这样，就是我用一些小格子收一些小杂物。它的上面这一格打开就是餐具，尽量我其实是留了我们家人口使用的量，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断舍离，再舍弃掉一些。就是这个建商抽屉本来就附赠的，所以我不需要再另外再用一些小抽屉盒去分隔。如果你的厨具抽屉，你的厨房抽屉没有，你可以去买一些小分隔收纳盒来存放你的一些餐具。这一个我放的是保温瓶跟一些保鲜盒。保温瓶呢，因为它们会摇摇晃晃很麻烦，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是无印良品的，一样是档案盒，把它们分类收好，然后直立式的，这样要拿就可以。那保鲜盒也是用直立式的，这样比较好拿。这个是环保餐具，一些盖子，保鲜盒的盖子。对，这2个抽屉，我觉得我需要现身来说，因为角度真的很难抢。这个呢，就是酱料的地方，然后大部分其实像这些是没有开过的，所以我就把它收在这边。那这个就是芝麻，还有一些调味粉跟我的调味料们，尽量我就是还是会把它们用统一的收纳盒，让它们视觉比较整齐，然后再贴上标签。这些呢是我的像盐巴，
然后鸡粉啊、胡椒粉等等。那它们因为比较小罐，所以它们其实是会倒来倒去。于是我就是有放了像这个分隔的，这样子就可以。我拿这一个的时候，它不会整个倒过来，不会影响到这边。然后这边也放一个分隔，所以我在开这个抽屉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因为我开的时候就晃来晃去。最后我的餐盘其实只有这个可以放，所以我其实断舍离了很多。在搬家的时候，我就保留我们家2个人可以用的量。下面这一层呢，就是我的锅子。那 LC 锅因为它们比较重，所以我让盖子是就是这样子反过来放，然后一格一格的叠。大部分的放法就是大锅放小锅，我没有办法直立放，因为 LC 锅太重。那我的餐具的部分，其实我利用我原先家里有，我没有再另外去买隔层。目前我的用法就是大碗公在这边，其他的话盘子用这种抽屉的，它就会变成直立式的。然后我要拿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抽出来，有点重。那左边这边是碗，所以也是一样的，很重，我就不拿出来了。好了，终于要来到尾声了，最后就是我最上面的柜子。这边呢，就是放一些粉类的调味料，用这种抽屉式的，就是我也比较好拿。哎，动作太粗鲁。对，上面还有一些空的保鲜盒也先收在上面。最后上面呢，利用了 M 字形的层架，然后收一些多的杯子，客人来的时候可以用，跟我的一些保鲜盒，还有一些酒杯。我们家很少在喝酒啦。终于介绍了我这个小厨房。厨房虽然说小，但是其实介绍起来好像也花蛮长的时间，因为厨房虽然小，可是小东西、小杂物真的很多，所以要再利用，我就是只能利用我有限的空间。然后我是觉得厨房啊，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摆哪里，还是根据个人使用习惯跟动线来摆放。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厨房啊。今天第1集不知道这样子的分享有没有刚好是想要看的？很菜鸟，不知道 ending 怎么做，就是是不是要订阅、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之后其他有什么想看的主题，想要我拍的，再请留言告诉我，谢谢，拜拜。